1978年天灾，公社粮食减产，村里牲畜也大量死亡，所有人都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而我家却天天山珍海味吃到腻。只因我偶然发现了一座大山，那里不仅有许多果树，还有数不尽的飞禽和走兽。前世父亲把这件事情告诉了2个小舅子，不料他们却为了领功，直接把这事报给了队长。队长受表彰一路高升，而自己却被针对，落了个家破人亡。妹妹和母亲死于饥饿和病痛，就连最亲的姐姐也被人欺负自杀。重活一世，我发誓要让全家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惊叫响起，我猛地睁开了眼，给我喂水的陆海草不小心摔碎了碗，剪碎片时划破了手指。他看到我坐了起来，吓得直哆嗦。别打我！看着这个被我打骂还要为我卖血还债的姐姐，我愧疚不已。姐，以后别去卖血了，换我来照顾你。就在这时，陆远平背着一箩筐榆树皮，和家里的人一起推开了我的门。搞了一点榆树皮，晚上我把它磨成粉，做榆树团子吃。这个男人一直用行动履行着做父亲的责任。看到放在地上的一箩筐榆树皮，陆海草的眼神一下就有了光。我来帮忙。母女俩忙碌间，母亲林燕对陆海草提起说媒的事，听到未来丈夫是个小儿麻痹，不禁咬咬嘴唇，眼神一片暗淡。她知道只有自己嫁了换粮，才能让这个家活下去。爸，花花想吃。妹妹陆海花眼睛盯着榆树皮粉，口水直吞。陆远平正在用石锥捣着榆树皮，一脸疲惫的林燕则抚着陆海花的头发说：“等你爹捣好了，妈就给你蒸榆树粉团子。”话刚说完，木棚房砰一声被推开，林燕的母亲陈素芳走进来，眼睛在屋子里迅速搜索。好啊，我说旺鹏发现的榆树皮怎么没有了？原来被你们给扒了！说着就要抢这仅有的一点吃食。看林燕抱着箩筐不松手，她就倚老卖老的哭了起来。有了孩子忘了娘的东西，你心里面还有没有你爸？有没有我？妈，我和孩子们也饿，我分给你点行吗？两边都是亲人，父亲是入赘的女婿，说不上话。母亲此时也一脸为难。你家海草就要嫁人了，他夫家肯定会拿粮食来换，到时还会稀罕这点东西，都给我吧，我儿子和孙孙也要吃呢。说完就要把榆树粉全部拿走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。重男轻女是陈素芳的一贯作风，她把自己女儿一家逼到这一步。陆海山也是沈可忍孰不可忍。我朝陆海草使了个眼色，从床上飞快爬起，抓了一把榆树粉直接塞进嘴里。这场景把陈素芳吓了一跳。看你那饿死鬼样！陈素芳又惊又嫌弃，我刚吃下不一会就痛苦地倒在了地上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？陆海草看我捂着胸口吐白沫，惊呼起来：这是乌席木的皮，有毒，快拿水过来！林燕和陆远平也急了，赶紧把我抱在怀里，手忙脚乱地救治起来。晦气！陈素芳骂了一句，便快速离去，生怕林燕找他借钱送我去医院。走了。陆海草看陈素芳走远，赶紧摇了摇我，我立马恢复正常。陆远平和林燕这才恍然大悟，赶紧擦去额头吓出的汗。不用这招，估计今天这榆树皮一块都保不住。别回去了，直接把榆树粉做成团子分吃了，省得他们又惦记。我看了看惊魂未定的父母，直接替他们做了决定。一阵忙碌后，榆树团子蒸好了，热气腾腾的，虽比不上白米白面，但在这个年代已经是不错的吃食了。爸妈，我姐嫁给张志高这事我不同意。吃完饭我刚有点力气，就把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了爸妈。姐姐诧异的看向我，眼神里闪过丝丝被保护的幸福感，可现实摆在那里。她咬咬牙低声说：海山，张志高的哥是队长，家里条件也不错。我说不许嫁就不许嫁。知道了前世的结果，我怎么也不能让姐姐就这么跳进火坑里。你也不要去县城卖血了，我欠的账这段时间会抓紧还清。说完我拿了2个榆树团塞进陆海花的衣服包里。你正长身体呢，拿回去吃。哥，你真好。妹妹喜滋滋的亲了一下我的脸，蹦跳着跑出去玩了。父母相互对望了一眼，满是疑惑，这孩子之前一直神经病一样，现在转性了。家人离开后，我急忙来到了木屋的后面，那里有个用木条做的地窖盖子。前世我发现地窖和一个溶洞相连，穿过溶洞就是一座物产丰富的大山。如果收些山货回来卖钱换粮吃，定能解决家里眼前的困难。时间不等人，我现在就准备去找个锄头，晚上开干。此时的陆远平正在收拾劳动工具，准备和队里的人一起挖去给村里干旱的农田饮水。陆海花则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吃榆树团。小孩子单纯，根本不知道食物的诱惑到底有多大，拿着团子正要往嘴里送，被不远处表哥林启涛看到，飞快奔到他身边，一把抢过团子就往嘴里塞。林启涛伸手抢走了陆海花手中的团子，还对着他做鬼脸，这让陆海花非常生气。他刚站起来，口袋里的那个团子却掉在了地上。林启涛看到哈哈笑着，飞快去捡，不料林启涛跑得太快，脚绊到了石头，摔在了地上，疼得他大声哭了起来。此时陈素芳也赶了过来，心疼的给林启涛擦眼泪。他以为是陆海花欺负了表哥哥，非常生气。陆海花看到自己母亲也到了，指着林启涛，飞快向母亲说明了事情的缘由。妈，涛涛抢我的东西，已经到达儿子身边的李芙蓉，也不管3七21，看到地上的团子直接拿在手里，口口声声说这就是涛涛的东西，然后就要往林启涛手里塞。陆远平听到海花打架也赶了过来，一看是林家人，知道他们耍赖的本事，也不纠缠，抱着海花就往回走。爸。
我的榆树团被他们抢了。陆远平转过身，正要看团子在哪。正在这时，我提着锄头便打在了李芙蓉的手上，榆树团滚落在地上。陆海山，你敢打我！李芙蓉握着手腕疼得大叫。我捡起地上的团子，顺便把陈素芳手里的那个也抢了回来。老头子，快出来！陆海山打人了！陈素芳一个小老太不敢凑上前，只能叫家人来撑场面。不多时，林有高便跑了出来。一起到场的还有老大林望鹏和涛涛的父亲老三林望。海山，把榆树团子让给他们，不要冲动。林燕担心儿子吃亏，又准备当忍者，再活一世，我可不会再吃他们那一套。恶人须得恶人磨。我把锄头一横，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，冷声道：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榆树皮是我们家的，给不给我们说了算。谁敢欺负我的家人，我不介意让他尝尝后果。显然他们没把我说的话当回事。刚说完，就见林望偷偷把他家狗的链子放掉了。那恶狗疯了一样向我冲来。我可是个退役军人，敢放狗咬我，绝对是在找刺激。只见我一锄头下去，正中狗头，接着哐哐哐几下，伴随着痛苦的呜咽，那狗如破布般倒在地上，没了呼吸。这一幕可看傻了林家一众人。我再说一次，谁敢动我家人，这就是下场。你们不是想吃东西吗？这条死狗拿去！看着我冷冽的眼神，林家人吓得哆哆嗦嗦不敢动，完全没了平时的嚣张气焰。我心想，这下短时间他们应该不敢再来找麻烦了。看着陆远平和林燕带着陆海花回屋，我才安心的回到自己的棚屋。休息片刻后，我找到前世记忆里溶洞的位置，直接开挖。只有尽快通到大山才能改变现状。想到此，我一身干劲儿，没日没夜的挖了4天后，砰的一声，我面前的土堆轰然倒塌，一阵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哈哈，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，我不禁心里乐开了花，顾不得浑身的酸痛，点燃火把便向洞里探去。洞壁上石笋层层堆叠，还不时有水滴落下的声音。再往里走，却画风突变，锈迹斑斑的铁丝网绕着防护栏，满身锈迹的货运车，一条窄铁轨通向前方塌方深处。这里应该是当年日本人侵华时期修建的工事，可能因为战败离开，才把溶洞给炸毁掩埋。我查看了一下铁轨两侧散落的木箱，竟发现箱子里还有没有开封的牛肉罐头。箱子的密封很好，30多年了都还没过期。打开罐头，食肉和油还连接在一起，一块牛肉下肚，那咸香的味道顿时在舌尖上绽放。炫完一盒，身体的能量一下子补充了七七八八。接着我又开始清点其他箱子，牛肉罐头23盒，另外还有4把配了刺刀的380步枪。遗憾的是没有子弹，不然拿出去打猎一打一个准。待在溶洞了太久，我便没继续往前深入，快速返回地窖。回到地窖，我用茅草木条把地窖和溶洞连通的洞口遮蔽起来，这样就算有谁来到地窖，也不会发现溶洞的存在。第二天我还在睡觉，二大队混子便陈二虎找上了我。前世就是因为他的怂恿，我沾上了赌博，还欠下了巨债。他推门而入，眼光直接落在桌子上放的团子上，抓起2个榆树团子，一个往嘴里塞，另一个往口袋里装。就算现在跟着大队长张志东混，他也依然没有改掉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的坏习惯。这味道不错，不苦不涩，不挂喉。说着他还咂巴嘴，看得我只想立刻把他按在地上胖揍一顿。最近也不见你找我玩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他故作热情地对我说，想想还得节省点体力去大山背后搞东西换钱。我客气地笑笑说，虎哥，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缓缓再过去玩。他绵里藏刀地笑着，你之前欠了那么多，账还没清呢，不想个办法打个翻身仗，啥时能还清？这段我家那口一直让我交钱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正在这时，木棚的门又被推开，是海草给我送工作队发的救济粮。看到他进屋，陈二虎的眼就直了，一个劲地在他身上打量。海山，我把你的粮领了，给你带过来。发的玉米和红薯我放在门口了。真是及时雨啊，暂时有吃的了。抬头看到陈二虎，把陆海草吓了一下，哟，这不是海草姐吗？陈二虎色眯眯地给陆海草打招呼。你来干什么？海草对这个拉弟弟下水的人很是厌恶，说话也很不客气。海山不是差我不少钱吗？我来看看他的钱凑齐没。陈二虎眼睛就没离开过陆海草的身体。这马上要秋耕了，要不你到我家帮帮忙，还钱的事我这边可以缓一缓。话音刚落，他的手就要上前抓住陆海草的手。陈二虎，我弟欠你的钱会还清的。陆海草赶紧避开他的手，冷声说。他正要再次欺身上前，就听见我突然在床上翻滚着大叫起来，还拿着随手能摸到的东西直接扔向他。晦气，咋又发病了？陈二虎差点被杂物砸到，吓得闪身避开不断砸向他的东西，直往门外跑。到门口还不忘顺了7、8个玉米抱在怀里。这些玉米棒子就算是利息了。看陈二虎跑远，我也安静了下来。陆海草此时满眼是泪。姐，我这是装病呢，我的病早好了。听到我说话清晰正常，陆海草又惊又喜，不住揉着我的头发直念叨，好了就好，好了就好。天黑之后，我再次进入了溶洞，顺着铁轨走了差不多12里后，壮阔的大山便展现在眼前。此时天边夕阳渐落，借着光亮去看眼前的环境，简直是一片世外桃源。无际草原上一湾湖泊点缀，周边的参天大树下还不时有黑影一闪而过。我赶紧找来树枝，用麻绳把刺刀固定好。没有打猎的工具，这手搓的长矛便是利器。我在山岩里寻了好久，看到了好多种动物的粪便，心里压不住的惊喜，连带着乐的嘴都翘了。这下好了，这么多猎物全都是宝。我自言自语，又顺着山往下查看，穿过密林的开阔带，
竟有成片的苹果林。此时正是成熟的季节，虽然野生的果子长不大，树枝还是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。那小小的苹果泛着诱人的红晕，顾不得干净，我直接摘下一个，在衣服上一擦，便吃了起来。咬苹果的脆响此刻是那么悦耳，酸甜交织的汁水刺激着味蕾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我一口气吃了7、8个才作罢。摸着终于吃饱的肚子，我绕着苹果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心里在思考着一个问题：这些小苹果拿出去卖也不怎么挣钱，这么一大片不利用，等着烂在地上做肥料真的很可惜。突然我灵机一动，倒不如做成糖葫芦，到城里人口密集的地方卖应该能赚些钱。只是要做这些还需要白糖，这年代白糖不仅贵还现卖，就算能入手一些，除去成本根本没有利润可言，而这又成了一个难点。我没再理会脑子里各种挣钱的主意，继续往前查看。又走了几百米后，我闻到了一阵若有若无的香甜的气息，顺着气味寻去，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后，一串串紫的发黑的野葡萄映入了眼帘。那葡萄虽小，表面却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吃上一口，直甜到心里去，太好吃了！我直接割下几串，坐在地上炫了起来。可能是这葡萄甜得太纯粹，脑子也一下变得格外灵光。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对啊，可以用葡萄糖来代替这糖啊，用葡萄糖浆做的糖葫芦应该更香甜。打猎一时半会也不现实，现在有了苹果和葡萄，这挣钱的第一步就能走出去了。只要有钱就会有底气，就不用让爱我的姐姐去嫁那个小儿麻痹。想到此，我心里充满了挣钱的动力。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，山那么大不可能一口气赚完，而且回去也要花时间。于是我匆匆摘了几十斤苹果和葡萄，我顺着之前做的标记往回走，可走着走着还是迷了路。山里的气温晚上低得很，还有野兽出没，很不安全。我不得不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刚辨别好方向准备往前走，没想一脚踏空，我的身体直接从山上滚了下去。再醒来时已是月亮高悬，身上划了好几处豁口，摘的葡萄也摔得稀烂。幸运的是没有骨折。我抹撒了一下衣服上的草叶，准备背着竹筐继续往回赶。当我手撑着地起身时，突然一阵刺痛从掌心传来，凑近一看，是一根黑色的刺扎进了我掌心。小心的把它拔出来时，我竟又获得了意外的惊喜，这是一根栗子壳的刺，那就意味着周围会有板栗。顾不得疼痛，我立刻翻找了起来。不多时，我就在落叶杂草间找到了很多板栗，这下不仅可以做糖炒板栗，还可以煮了给家人充饥。收集好这意外得来的板栗，走走停停，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，洞口终于近在眼前，进洞就安全了。我飞快地走进山洞，找了个安全的地方，把筐子放到身旁，靠着洞壁就闭上了眼。我实在是太累了，先休息休息再说。太阳照进洞口的时候，我在身体的疼痛里醒来，顾不得疼，把收获的物品安置好，我赶紧回到自己的棚屋。刚把屋子收拾好，就听到邻家院子里响起了一片吵闹声。今天是那个残废张志高过来提亲的日子，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早。此刻人群中被打扮了一番的陆海草，看起来很是明艳动人。再看那两腿萎在地上的张志高，站在人群里连旁边人的腰都不到，他眼睛贪婪地看陆海草的样子，像极了一只癞蛤蟆。只是邻家人可不管两人配不配，心里念叨的全是海草嫁出去，不仅可以少一个人分饭吃，还可以收到不菲的彩礼。张志高的哥哥张志东是2大队的大队长，出手肯定不会太抠搜。陆海草若能嫁过去，就能攀上张家的关系，林家以后也会有油水喽。海草，赶紧把茶水递过去啊！林燕怕海草不懂规矩，急忙喊道：“请喝茶。”陆海草刚靠近张志高，便有一股浓烈的骚臭味扑鼻而来，只能强忍下内心的不适。你爸怎么教你的？什么叫做请喝茶？不会称呼啊？你得叫志高哥。陈素芳为了讨好张志东，故意当面斥责陆海草：“志高哥，请喝茶。”陆海草咬着嘴皮，不情愿地说了一句：“好好好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好。”张志高接过陆海草递来的茶，死死盯着他，不住咽口水，说话都有些结巴。接到茶，他竟直接把海草的手死死捏住不放。你弄疼我了。陆海草使劲抽手，才把手抽出来。张志高脸上却满是不舍。这时张志东也收起了对海草炽热的眼光。林二婶，陆二叔，我带着我弟过来提亲，希望能够永结两家之好。虽然我弟弟得了病，腿脚不好，但为人勤快，也算是门当户对。说完便把5斤粗粮和1斤面粉抬了进来。看到粮食，林家人两眼放光，谁也没想过陆海草嫁过去会怎样。陆海草能够嫁给志高，可是他高攀了吗？林旺妃的老婆李芙蓉满脸巴结，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？肯定得答应呀，这是可是多好的婚事啊！林旺鹏的老婆张雪梅也随声附和：“海草，你赶紧表个态呀！”陈素芳用手戳了戳陆海草，陆远平站在一旁保持沉默，身上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而林燕则是眼睛红红的，偷偷的抹着泪。试想正常人家谁愿意把女儿嫁给张志高呀？陆海草很想说自己不同意，可一家人都在挨饿，还有一屁股的债，心里不知做了多久的斗争后，陆海花咬咬牙，抬起头看向张志高。还没等陆海花把愿意2字说出来，我坚定有力的声音从陆海花身后响起：“我不同意这门婚事。”一句话在人群中炸响，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反应。陆海草挨着我，仿佛找到了主心骨，眼神也坚定了起来：“爸妈，我不嫁。”听到陆海草的决定，陆远平和林燕悬着的心也落了地。谁会想让自己花般的孩子嫁给一个臭烘烘的男人？他们身体不由得往我和海草身边靠近，坚定了一家人要护自己娃的决心。陆远平随手将粮食还给了张志东：“好意我们心领了，我们尊重孩子的意愿。”眼看到手的粮食因为一句话没了，林家人此时疯了一般。陈素芳不顾院子里站着那么多人，直接斥责林燕：“陆海草嫁过去就是高攀，你们疯了吗？”张志东的脸色也非常不好看：“咱们之前说好了，我们才过来提亲的。”张志高则直接急红了眼：“陆海草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说好的就不能反悔？陆海山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和你姐结婚那是瞧得起你姐，你个废物，你没资格替你姐做决定。”张志东这回更是明示加暗示：“我把话说这儿，海草嫁过来不会缺吃穿，你们这么闹，就算救灾粮下来，多一个人的吃10年后的日子还苦着呢。此
此时最紧张的反倒是林家人，公社是按工分来发粮，人多工分少，救灾粮发下来，林家什么便宜都没得占。到时因为这件事被挑了刺，发下来的粮更会少得可怜。我笑了笑，直接给张志高倒满水。志高哥，你父亲可是咱们公社的英雄人物，他一辈子奋斗为的可是解救苦难的大众。如果我姐不愿嫁人被逼迫，那咱们可得到老爷子那里把事说清楚。张志东一听这话，脸色顿时沉了沉，很快又换上了笑脸。自愿，肯定自愿。那要这样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顺带说下，后天早上记得到大队去领救灾粮。说完，拉着一众张家的亲戚就离开了。都是你把队长得罪了，以后可怎么办？陆海山，你一个工分没有，到10分粮可别问我们要。本来想着收彩礼的林家人什么都没捞着，个个都很气愤。看着这一家自私自利的小人，我也不惯着。放心，不是我的一颗粮食我都不会要，是我的，你们到时也别想抢。陈素芳一听气得不行，一家子的混账东西！林燕早点为什么生你时没有溺死你？陆远平，看你教的什么孩子，赶紧分户，别再赖我家了。陆海山看看自己的父母，入赘的父亲在林家就像个奴隶，而林燕每次遇到小家和娘家的矛盾都两头难，除了抹眼泪就是一直忍。等陈素芳骂够便气呼呼的回屋里去了。陆远平带着一家人也回了自己屋，虽然不用再嫁那个张志高，但想想一家人饿肚子的日子，陆海草心里满是无措和迷茫。林燕心里想着躲不过的明天，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两个女儿也挤在母亲怀里抹眼泪。这时我看周围的人都走完了，连忙叫上一家人，神秘地说：别吭气，你们现在到我棚房那边来一下。大家好奇地跟着我来到木棚屋，我直接把门和窗紧紧关上。你这是要干啥？陆海草问道。你们看这是啥？我把藏起来的苹果和板栗搬到了大家面前，几个人看着一筐食物全都惊呆了。陆海草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，陆海花可不管3七21，直接拿了小苹果就啃了起来，脆脆的声响加上酸甜的味道，小孩子吧嗒着嘴一脸满足。这是从哪来的？海草问出了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。前世就是因为家人把溶洞的秘密说了出去，导致一家人没有一个好结局。这次我肯定要坚决保守溶洞的秘密，为他们挣得一线生机。晚上在附近山上找的，天黑也不记录，有吃的就好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我敷衍的找了个理由，最终饥饿战胜了好奇，大家马上行动了起来。海草把板栗先包了几斤，准备剩下点以后吃。由林燕把包好的板栗加些榆树粉以及野菜根混在一起做成团子，大家好美美的吃一顿。出锅时带点焦香和板栗甜的团子，把大家看得眼都直了。拿起热热的团子放嘴里，真把大家吃的一个狼吞虎咽。终于吃了一次肚饱，大家情绪和精神都好了许多，有说有笑的快活极了。后天发救灾粮能拿多少是多少，不够的我再去山里找一找，弄点吃的回来，咱们挨过这个关口没问题。我的话也给了他们底气。陆志远和海草不断点头称是。对了，姐，你这几天帮我批一些竹片吧，我想把棚房加固一下。行。陆海草满口答应。此时只有林燕看上去心事重重。等到大家都出去干活，她来到我身边，吞吞吐吐地说：那个远山，我知道你对林家有意见，只是我爹妈都上了年纪，这板栗团子能不能？妈，这个是我辛苦找来的，林家那么对我们，这团子想都别想。林燕的这种性格真的是把我气得没脾气，可他们都老了，身体还不好。妈，你考虑他们，你有没想过你的孩子和咱们这个家？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想过咱们吗？前2天他们刚欺负过海花，你就忘了？咱们饿肚子的时候谁帮过咱们？林燕一下就沉默了。我将一块团子递给林燕，这个给你明天早上吃，我这几天再出去找一点吃的。晚上陆海燕把劈好的竹片和竹条送了过来。等大家都回屋后，我避开人钻到了溶洞里，还好溶洞里有水，也不用为清洗果子挑水费力。我砍了些干柴，然后架起了铁锅，把葡萄清洗干净便熬了起来。趁着烧水，我把苹果也洗干净晾在那里。随着锅中的水渐渐升温，葡萄果开始在水中翻滚，还散发出阵阵果香。我站在锅边不停地搅拌起来，葡萄被勺子压碎变得软烂，待到锅里的汁水慢慢变得浓稠，葡萄汁液便熬制的差不多了。我便用竹篾编织成的滤网将葡萄汁与果肉残渣分离。这个工序完成后，再把纯净的葡萄汁重新倒回到锅中，小火慢熬，汁液也在慢慢蒸发中，直到这些汁液变成琥珀色，糖浆达到了一定的浓稠度，葡萄糖浆便做好了，完美。我心里暗自评价了一句。糖浆烧温下来，我把它们倒进了陶罐里，这次用不完，下次还能继续用。我把小苹果串成串沾糖浆后放架子上继续晾起来。接着便是炒板栗，炒板栗需要把板栗和石英砂混在一起翻炒，这年头不要钱的石英砂哪都是。我已经趁着空闲时挖了一筐放到了溶洞里，此刻火苗舔着锅底，受热后的板栗在木鲜的翻炒下散发出它独有的香甜气息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。等到炒好了，可以和小苹果一起做成另一种糖葫芦。想着自己的计划就要马上实现，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甜。林家的饭都是林燕做的，今天分饭的是李芙蓉，因为刚发粮，晚饭大家碗里都有了些玉米糊糊，可到了陆家这边碗里只剩了野菜和树皮。陆海花碗里还稍稍好点，有那么一点点糊糊。陆海花刚才板栗团子吃了个饱，这回饭也吃得慢。此时林启涛已经大口把饭吃完，看陆海花碗里还有饭，直接伸了手就去抢，吃光了海花碗里的糊糊后，还把剩下的野菜草根直接到地上。涛涛，你怎么能抢海花的饭？不吃完还倒在地上。林燕赶忙心疼的把地上的野菜根捡起来埋怨道。李芙蓉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儿子，脸一下子就黑了，
我说二姐，你有完没完？还让不让吃饭？这野菜根可是好不容易在山上挖的，玉米糊也珍贵的很。林燕反驳道，吃个饭磨磨唧唧，不吃还不让别人吃，在哪里偷吃了好东西也难说。李芙蓉说话阴阳怪气，陆海花听了这话不干了，就不稀罕咋了？哼，我还吃了又甜又软的板栗团子呢。一句话像个炸雷，让林家人不淡定了。爸妈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就是二姐和姐夫干的好事，咱们煮糊糊填肚子，他们一家偷偷吃板栗团子。李芙蓉尖着嗓子说。陈素芳也放下筷子看向林燕，林燕，海花说的板栗团子是怎么回事？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父母和这一家人？此时的林燕心里也很纠结，自己怀里只有一个板栗团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拿出来也不够一大家人分呀。况且到时问从哪里弄来的就更难解释，哪里有板栗团子，都是海花饿极了胡说呢。李芙蓉不依不饶，有没胡说谁知道？行了，吃饭。林有高作为大家长直接终止了争吵。晚饭后林家都下了桌，林燕像个丫鬟一样开始擦桌刷碗，陆远平则去切草喂猪，等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完已是深夜。此时林燕揣着板栗团子正站在陈素芳的房间门口纠结，毕竟自己的父母平时在打骂，心里也还是想着他们。最终林燕还是咬咬嘴唇，敲响了陈素芳的门。妈，海山给我的团子，我给你留了一个。一听到有吃食，陈素芳麻利的起床开了门。然而接过板栗团子后，迎接林燕的并不是感谢，要不是晚上陆海花说漏了嘴你会送过来，内屋的林有高生气也得别过脸不理他。你这成了家就忘爹娘的东西，良心哪里去了？就给一个。林燕没想到自己不舍得吃的团子给父母吃，还被骂一顿，她心里委屈至极。就这一个还是海山给我的，我没舍得吃，留给二老的呀。晚上吃饭那么多人，一个团子怎么分？陈素芳一听他辩解，火气更大，连兄弟都是外人了，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们早死呀？你就是个畜生。后来越骂越难听，他忍着眼里委屈的泪水，给老两口倒了杯水放床头，转身便离开了，骂走了林燕。一转头，陈素芳像是换了张脸，老头子，我把这个团子给孙孙分了吃去。提到孙子，林有高也不生气了，都长身体的时候，快送过去吧，大家今晚也都没吃好。陈素芳披上外套，光脚穿上鞋便去敲林望妃和李芙蓉的门。望妃，开门，我给你拿了吃的过来了。李芙蓉夫妻正在温存，被打扰一脸的不高兴，大晚上的还要不要人睡？快开门，我给涛涛拿了好东西。在儿媳面前，陈素芳就像个低眉顺眼的老妈子，最后还是李芙蓉踹了林望妃一脚，林望妃才起床向门口走去，门才缓缓打开，陈素芳便急不可耐的示好，我从林燕那里得了一个板栗团子，你一半，你割一半，你拿给涛涛吃一点。林望妃先是高兴，听到只有半个团子，脸沉了下来，嫌弃的说，你要拿就多拿一点，拿半个顶什么事儿呀？虽然嫌弃，但她手没停，直接把陈素芳手里掰了一半的团子拿到了手里。陈素芳变得非常的局促，小心翼翼的说道，林燕说她只有一个，你们先吃着，我明天再问她要。搞了半天就半个板栗团子，打发叫花子呢。我说陆海花怎么晚上不好好吃饭？那林燕手里可不只有一个吧？你这娘当的可真好，养个闺女吃独食。屋里的李芙蓉听到对话，尖着声音责备起陈素芳，你那女儿就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有多少那得给大家一起吃才对。对，明天我问看有多少，让她放家里一起吃。陈素芳点头如捣蒜，接着她又把剩下的半个团子拿到大儿子那里，同样被臭骂了一顿。老太太抹着泪，但她感受到的不是两个儿子对她的无礼，而是林燕给的不够。她心里委屈，直接站在院子里发泄，对着陆远平和林燕住的柴房便破口大骂，我这是生了个什么个东西啊？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，你出嫁就忘了娘，真是个狗不如的东西啊！但凡有占孝心也不会让我过得这么寒碜，你怎么不早点死了？我也不用活受罪了。骂声一句接一句，除了发泄情绪，他知道骂林燕越狠，俩媳妇越满意。柴房住的陆家人自然是听到了。陆远平听到骂声，只是习以为常的叹了口气。林燕听得四肢发抖，窝在陆远平怀里，紧紧地搂着身边正在睡觉的陆海花。妈，外婆又在骂你，你是不是拿了板栗团子给她了？陆海草听不下去，站起来质问林燕。林燕沉默不语，不说话就是答案。你好心给她板栗团子，她凭什么骂你？骂咱家？林燕无奈地轻叹一声，海草，快睡去吧，她就这样，由她去。陈素芳骂声那么大，就算在木棚屋这边也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此刻我真想冲过去让那老太婆知道什么叫拳头，可是忍了忍还是放下了，尽快把糖葫芦做好，明天去县里卖掉换钱。只有先解决粮食问题，才能从根源的问题彻底解决掉。老妖婆，你就等着吧，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便出发了。我没有坐班车，一是我带着30串糖葫芦被熟人看到不好，另外就是我现在身上确实没钱，昨晚做糖葫芦也没休息好，几十里的路走下来，又困又累，脚都磨出了泡。想想这个吃不饱还总受人欺负的家，为了不让陆海草嫁给林志高那个混蛋，我便有了动力，一路走歇，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我到达了县城。村里果然跟县城没法比，街上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糖葫芦可是小孩子的最爱，这个时间到文化宫那里卖应该最适合。于是我一路边问边走，约莫半小时终于到了那里。突然发现这个时代糖葫芦多少钱一串我还不知道，先看看行情再说吧。于是我先背着背篓在文化宫周边转了起来。经过一番打探，这个时间糖葫芦5毛到7毛一串的都有。于是我给自己的糖葫芦定价5毛钱一串，毕竟有着前世的销售经验。当其他商贩还在闭眼叫卖时，我已经采取了主动出击的销售方式。小姐姐，买个糖葫芦吧，我的糖葫芦是用野苹果和糖心板栗做的，这糖葫芦是淋了葡萄糖浆的味道可好了。我的糖葫芦材料全是从大
山里现摘的。比起女同志，小姐姐这个称呼亲切又好听，再加上别人卖的是传统的红枣山茶糖葫芦，我的板栗苹果糖葫芦就显得更独特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来来往往的人。多少钱一串？一位男同志问。7毛钱一串，6毛卖不卖？卖，好事成双，要不你们一人来一串？我把连带销售的绝活也发挥了出来。小姑娘，你长得好可爱，吃不吃糖葫芦呀？小弟弟，吃个板栗会变得更聪明，又甜又软糯的糖葫芦要不要来一个？不一会我就卖掉了10串。这时一只手狠狠地抓住了我的竹篓，谁叫你在这里卖糖葫芦的？卖得好就会有人眼红。对面卖糖葫芦的老板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，文化宫又不是你家，你可以卖，我也可以卖。我理直气壮地说着，一把推开了他的手，谁知他竟发了狠，又抓起了我的衣领。老子说不准就不准，不让你在这里卖，你就不能在这里卖，我可不会像前世那么窝囊。使劲推了他一把，这力道让他往后一个咧贴松开了手。我迅速从竹篓里面掏出一把柴刀，恶狠狠地朝他扑去。你以为我想过来卖糖葫芦呀？家里病的病，饿的饿，我命都快没了，你再拦着我试试。我柴刀狠狠地砍在了花坛处，花坛石头上的刀痕格外刺眼。那卖糖葫芦的老板知道遇见了个横人，赶紧后退了几步，悻悻地回到了自己位置，不再作声。下午文化宫的人少了些，我琢磨着下个时段人多的地方应该是电影院，于是便背上竹篓转移了销售的地方。电影院距文化宫不远，不一会我便到了地方，早早的那里占了位置后，也顺带休息休息。好不容易进次城，我的眼睛一会都没停歇，时刻在观察这个年代的商机。观察了一会，我发现一个小贩卖的比较好，凑上去一问，竟是在卖手抄本的有色书。男人小心翼翼地贴近我问道：“我有那种书，要不要？哪种书？”我明知故问，带着疑惑的表情。他赶紧把我引到人少的地方，然后大衣展开，大衣内侧竟然插满了小抄本，还能看到有一本上边写着少女之心。你这啥玩意儿？我能不能看看？他摸出一本递到我手上，嘿嘿，先看看再给钱。我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就是本男人的彩色世界，怪不得他的买家都是男人。多少钱一本？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。不带插画的2块钱一本，带插画的5块钱一本。那小贩一脸肉疼的表情，就像是在说纯手工不易假。果然不论哪个年代，都有人在赚擦边的钱。我卖10串糖葫芦竟才抵得上这一本书，我面带慌张地还给了他。不买不买。那小贩也不生气，我叫王翔，需要了可以来找我，我就在电影院附近。下午趁着人多的时候，我又销售了一些，因为还要赶回家的路，剩下几串的时候直接1毛钱一串处理了。找个人少的地方数了数钱，今天的收益是13块2毛5分。这年代农民一个月收入才17、8块，我这一天就能顶上大半个月的收入了。在电影院这边我也没多停留，收拾完东西便匆匆离开了，总觉得像被人盯着。我这走街串巷的卖糖葫芦，被投诉可是要被抓的。离开电影院我就往朝一家供销社走去，口袋里的钱让我倍感安心。野菜粥板栗能充饥，但吃饭中式还是得吃主粮。这个供销社的物品种类还算多，我看着供销社的工作人员说：“同志，给我装10斤糙米和面粉，奶粉也要来1斤。”没想到那工作人员连动也没有动，还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：“同志，我买粮食和奶粉。”我再次向他问询：“可以啊，票拿来。”票，我的脑子一下就卡壳了。什么票？这时我才突然想起，1979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，买生活物资不仅要有钱，还得有各种物资票才能买。买米、买面粉得有粮票，买猪肉得有肉票。像买奶粉这种昂贵又紧俏的商品，甚至还要开个证明或介绍信。想买粮没粮票，这可把我难为到了。那个同志，能通融下吗？价格高点也行。我低声带着谦卑地问向旁边的一个女销售员：“同志，我这大老远的来买粮不容易，我没有票，你卖给我点，价格高一点都行，你看可以不？”女售货员立马正言辞地拒绝，还痛批了我一顿：“没票买粮，这叫犯罪，你懂不懂？”眼看没票不能买粮食，我只好退出了供销社，家里还等着吃粮，就这么回去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突然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王翔，这小子既然有渠道搞有色书籍，肯定有渠道能搞到粮票。二话没说，我又急匆匆地往电影院那边奔去。供销社是6点下班，晚了就算粮票到手也没用了。哟，哥们儿，找我买书呢？王翔看到我向他走来，以为我找他买书，乐呵呵地问。我把他拉到一个墙角边，小声问：“你这里除了有书，还有别的卖没？”他不可思议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咋，这么多书还不能满足你？嗨，哪跟哪呀？我是想买点粮食和奶粉，看你能给搞到粮票和奶票不？”王翔眼睛一转，立马看出了我的动机，哈哈，那你算是找对人了。有是肯定有，但是价格嘛，每斤票都得翻倍，我有点为难，能不能便宜点？王翔看准了我肯定是要买，脸色变得非常为难，这可便宜不来啊，搞这东西要费好大力气呢。我看他明摆是坐地起价，也不再客气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派出所去，就说这里有人卖有色书籍。王翔一下不便宜急眼了：“别呀，老弟，生意好商量，好商量。”他立马活络起来：“要不这样，你先报个数，我再给你开价行吧？我要10斤大米，10斤面粉，还要1斤奶粉。”他猛吸一口气，这可是笔大买卖，你有这么多钱，这个你别管，就说你有没这么多票，怎么卖？王翔沉思了一会儿：“奶票现在连科长们都搞不到，你就别想了。米和面没问题，本来是半斤2块，我只收你1块5，这个价格够意思吧？”“行。”我坚定地回答。“那个票没放在我身上，你把钱给我，我给你拿。”王翔说道。“我又不是傻子。”随即对他说：“你家在哪里？我和你一起去。你这人真耽误事儿。算了，看你大老远的过来，帮你一把，跟我走。”
走吧。我俩一前一后的穿过了好几个巷子，当走到一个偏僻的小巷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笑嘻嘻的看向我，并吹响了口哨。很快向前后便出现了4、5个人，把我围困在了中间。我心中一惊，看来这帮人根本不是要卖给我粮票，而是想拿走我身上的钱。这个时代还没有监控，出了事也不好找凶手。我盯着这帮人，缓缓的把背篓放在地上，紧紧的握着拳头，做出了防御姿势。王翔笑嘻嘻的说：“同志，你看这样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回去找下粮票给你送过来。”这不是商量，是赤裸裸的威胁。只见那前后的4个人斜着胯站在那，轻蔑的笑着，有人手里还拿了刀。我轻笑一声，看向王翔：“你这是明抢，那就别废话，钱放下，人滚蛋。我可是当兵出身，这几个地痞我还真不放眼里。”我直接抄起竹篓扔向前边的一个人，接着一个扫堂腿又放倒2人，还没等他们还手，我一个折返，蓄满力量的拳头直接砸在了身后2个人的脸上，半杯茶不到，4个人便失去了战斗力。王翔这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一拳头砸在他的脸上，他应声倒地，敢这么摆我一道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接着我骑在他身上揍，一拳比一拳的力气大，王翔已经趴在地上，没有一点还手之力。那4人看我如此凶猛，直接吓得倒头就跑。兄弟，别打了，粮票，我给你粮票。他不抗揍，没几下就怂了。他从口袋里拿出粮票递到我手里，各2张5斤大米和白面的粮票。我拿着粮票从他身上站了起来，收了粮票，扔了2块钱在地上。这下轮到王翔迷糊了，这是准备打飞了给医药费，想想就怕。哥，钱就不用给了，这粮票送你的。我也懒得给他说那么多，以后做点正当生意，少在我面前晃悠。王翔立马站起来跟在我身后，哥，交个朋友。王翔这种街溜子最崇拜的就是英雄，我这次把他打服了，他还真的就崇拜上了。我哪有心思去了解他的想法，现在的我只想尽快去供销社买粮。王翔小跟班一样贴上来，哥，你拿的这种粮票去普通的供销社还得核实你的身份，你要换粮食，我引你去城北那边的供销社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哥，我保证带你换到粮食，要是换不到，你再揍我行不？我点点头，走吧。王翔带着我走了2里地才来到城北的一家供销社，他笑嘻嘻地说，我这样子就不进去了，你自己进去，如果问了你就说是机械厂的工人。说着他还把自己的蓝色工帽戴在了我头上。这次购买很顺利，我把东西放进竹篓用布盖上，就准备回家，没想到王翔竟还等在供销社门口。哥，以后你来县城买东西都可以找我，这一片我熟，朋友多好办事。他朝我嘿嘿一笑，我点点头说，你这脑子其实挺够用的，以后要用在正路上。那是，哥说的对。王翔点头哈腰地说，行了，别跟着了，下次有事再找你。行，哥，你慢点，下次见。我背上竹篓正准备走，突然摸到腰间给海花买的铁皮青蛙不见了，应该是刚在巷子里打斗时掉了。哥，你在找什么？我东西丢了，我得回电影院一趟找。那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的东西还没卖完呢。行，想多一个帮手找得快，我便没有拒绝。山哥，你要找的是一个铁皮青蛙吧？刚到那个小巷，他便向我询问丢失东西的样貌。是。路上王翔问了我的名字，我感觉没有必要隐瞒，便告诉了他。我俩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王翔看天色不早，便叫来了7、8个人一起找，还是人多力量大。不一会便在一个小水沟里找到了那个铁皮青蛙。给大家道过谢后，我便动身回家。这时电影院的电影也散场了，一下子把我淹没在了人群里。这里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子尖叫一声，紧接着一个男人大喊，抓小偷，有小偷。然后更多的人涌了出来。这时有一个穿着绿色军大衣的男人快步从我面前走过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花布荷包，直觉告诉我他就是那个小偷。我伸手一把抓住了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的跑了过来攻击我，应该是他的同伙想要掩护他逃走。我闪身避了过去，仍紧抓着小偷不放。这时一个女人和男人也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。突然王翔吼道，小九，东西放下，赶紧滚。看样子这帮小偷王翔认识。小九赶紧把东西交给王翔便跑了。山哥，这哥们没学好。我听了也没再为难王翔，见女生过来便把荷包还给了他。这个短发女生看起来秀气温婉，她接过荷包后理了理头发对我说，同志，谢谢你，没事，以后小心点。我也不在意，随口客气地回了一句。他身边的男人这时却拉了我的衣袖，坚决地说，文静，你谢什么谢？他就是和那小偷一伙的，你没看小偷把东西给他吗？我皱了皱眉，一个留着小寸头的男人，中等的个子，长得也斯斯文文，怎么说话这么丑？你得跟我去派出所去，让他们审审，敢在电影院偷东西，你们不是同伙那人怎么能甘心把荷包给你？王翔看到我被那男人污蔑，一下子急了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人家好心帮你找回荷包，你不感谢还出言不逊，欠揍不是？结果那男人更是来劲，一只手拉着我，另一只手就要去拉王翔。我看你们俩都和那小偷是一伙的，这下王翔可炸毛了，伸手就准备去打那男人。行了，程峰，不要发生冲突，咱们还得尽快赶回去，明天公社那边还得发粮呢。幸好那个叫文静的女孩子拦了一下，不然可能真有一场架要打。这个叫苏成峰的男生也算有了个台阶，松了手后依然很不客气地对我说，做男人就要顶天立地，别做偷鸡摸狗的事。这次看在文静的面子上放过你，下次我就不客气了。本来就是举手之劳，我也懒得和他废话。我转过身和王翔道别后，便赶路回2大队了。因为找玩具青蛙和抓小偷的事耽误不少时间，我回到小棚屋时已是凌晨，实在太累了。我将钱和米面放好，倒头就睡。清晨天还没亮，大队的人便开始聚集。今天是大队分发省城下发的救灾粮的日子，有了救灾粮，虽然不能填饱肚子，但总比没有强。林家这次也是全家出动到队部等着。陆海草还专门来叫上我一起去，虽然你的工分少，但总会分一些的，有剩于无。我们得去队部看看政策，救灾粮又不是论功行赏，我就不信工分少就不给分。姐，你先去，我太困了，晚会就到。我这儿还有半个板栗团子，你吃吧。陆海草以为我昨晚又去山野找吃的了，满是心疼，
姐，那你呢？我不饿。陆海草说完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便出门去了。这回大队的队部热闹异常，队长张志东站在高台大声喊：“今天省里分给咱们2大队的救灾粮下来了，这下咱们就不用饿肚子了。感谢国家和领导对我们的关心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共克难关。”下边的人激动地喊：“齐心协力，共克难关！”他的眼光在下边的村民队伍里扫了一圈，然后故意把目光放在了林家这边。他顿了顿说：“可咱们这粮食怎么分才合理呢？上级也没有明确说明，但是公社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，按人头并结合每个人的工分合计总数来发放。咱们是一个集体，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发展得更好。当然，对于其中一些人不为集体做贡献，工分少得可怜却要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的，大家说这样的人，咱们的救灾粮不能不给他分。”张志东这样一问，台下的不少村民跟着话就嚷了起来，坚决不能分。张志东微微一笑，他心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接着他满意的继续说：“好，那咱们就这么办，现在按花名册点名领救灾粮，咱们的李会计会按照这户人的人均工分分配，请大家不要插队，遵守秩序。”大家排好队开始分粮，张志东喊一户人家就领走一份，领完的人有的站在空地处看热闹，谁家分的多谁家分的少唠个不停。很快轮到了林家，陆远平的户口没有和林家分开，所以粮食是直接分到林有高户头的。这时张志东冷哼一声，故意把声音放得大一些：“林有高一家总共分的红薯98斤，玉米49斤，土豆24.5斤。”听到这个数，林有高不淡定了：“张队长，你这粮食是怎么分的？我们家人可比前边分粮的张三叔家还要多，分的粮怎么比他们少那么多？”其他林家人也纷纷附和：“是啊，怎么分的？我们也没有少干呀，怎么会分的那么少？”张志东当然是因为对陆海草拒绝提亲而故意克扣，但他还是祸水东引。你们家户头上的陆海山去年干了多少活，你们心里没数，不干活还拉低大家的工分，所以我给扣了。还有你们家的陆海草瘦不拉几的，干活也不卖力，能挣几个工分你们不清楚。然后他又对周边正在分粮的村民发问：如果我们分给像这样的人一样多的粮食，大家会同意吗？听到这话，村民一下子就议论了起来。当然大家都是一致的不同意。眼见有这么多人附和，他心里一喜，转头故作好人的对林有高说：林叔，你看，这不仅是我的意见，民意也是如此呀。而且你家还有2个没劳动力的小孩，那个陆海草和林启涛，我还是考虑让多给分了几斤呢，这已经很公平公正了。快来拿粮吧！林家的人听到这个结果，一个个气愤至极。二姐，队长的话你可是听到了，等会分粮，你家陆海山没份，陆海草也要减半。李芙蓉把气撒在林燕身上。林望鹏的媳妇张雪梅更极端，不行，得多扣点，就是因为陆海山咱们分的比别家少了许多，这点粮又能吃多久？林望飞也说，陆家可真是好福气，不干活还分粮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么说，把林燕都快急哭了。海山当兵上战场回来的时候是负伤了的，一个受伤的人怎么去干活挣工分？天天渴酒睡觉，谁知道是真伤假做？我看不想干活是真。李芙蓉阴阳怪气地说，就是说是退伍，指不定是犯错被开除了呢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陆远平听着别人说儿子的坏话，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，几个撇嘴也安静了下来。海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回来的时候半条命都没了，对保卫祖国和人民的人不感谢还侮辱他，太过分了。陆远平气愤地说，你们嫌粮少，就按正常的平均数分，不够的我给你们补，我和我儿子就算不吃这一份粮也不会饿死。爸，我们凭什么给他们补啊？陆海草不甘心地说，林家家里的大小事哪件不是你做的？你一个人干他们全家的活，凭什么要补贴他们粮食？还有林家的洗衣做饭都基本让我妈给包圆了，你们干了那么多活，粮食本来就该给我们分，凭什么不要？陆海话说的是实话，气得旁边的李芙蓉脸都涨红了。这是家事与分粮无关。李芙蓉厉声道，我刚睡完觉赶过来，就听到他们因为我分粮的事争执，不由大喝一声，属于我的粮食一颗也不许给我少。